乌军猛攻克里米亚，俄重要机场2连爆。最近，俄罗斯后方腹地接连爆雷，克里米亚贝尔别克空军基地、利佩茨克州空天军机场以及克拉斯达诺尔的能源码头几乎同时遭到乌军的降维打击。不但2架珍贵的苏27炸成废铁，苏30也遭到破坏，损失加起来估计超1.4亿美元。钱还是小事，最重要的是前线俄军的制空能力被狠狠重挫了。那么，乌军这几波袭击将对前线俄军造成怎样的影响？打击行动又是如何在俄军眼皮子底下进行的？从整体战果看，4架主力战机报废，战略油轮沉没，能源港口瘫痪，表明乌军的行动展现了极高的战术素养和情报支持。首先是克里米亚的贝尔别克机场，属于俄空天军第38战斗航空团的驻地。该团在2024年组建，归南部军区第4空军和防空部队司令部管辖，负责整个黑海方向的制空权。根据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发布的战报，第38团制空制了个寂寞。具体行动上，乌军特种部队成功渗透到距离机场极近的位置，随后释放 FPV 自杀式无人机。特种渗透与无人机蜂群属于乌军最经典的非对称作战战术，偏偏俄军最防不住。几架无人机躲过第38团的侦测系统，一举冲向机场，2架苏27当场去世。据说其中1架苏27当时还在正处于滑道上准备起飞，挂载了全套空空导弹，正准备执行任务，结果还没飞起来就成了碎片。在火力军看来，这次袭击的战术价值在于时间和情报的把握。乌军不仅掌握了机场坐标，更掌握了俄军战机的起降时间表，在战机最脆弱的滑行阶段发起攻击。而这种情报精度说明俄军内部通信链条早已被渗透烂了。在克里米亚大爆炸的时候，俄罗斯利佩茨克州的利佩茨克机场也不甘寂寞，几乎同一时间跟着冒火。而且乌军这次袭击更离谱。我们不妨先打开地图，利佩茨克机场位于俄罗斯腹地，属于大后方的大后方。按理说前线打100年都未必能打到这里，但乌军却偏偏往这里烧了一把火。多个开源情报员证实，乌克兰招募的渗透者成功混入了戒备森严的军用机场，他们甚至没有使用炸药，而是直接进入了战机驾驶舱，用极其简单的方式点燃了座舱，导致1架苏27和1架苏30严重受损。随后袭击者全身而退。没错，不是导弹，也不是无人机，而是人为破坏。据说渗透者们轻松进入机场，随意点燃战机，接着毫发无损地离开。这几乎是把人家的机场当自己家了。当然也不能怪俄军，现在的俄军前线兵力吃紧，导致后方基地只能靠缺乏训练的动员兵甚至保安看守。面对训练有素的特工，这种防线形同虚设，也难怪俄罗斯军事部洛克们开始血书克里姆林宫，要求其撤回前线低效率部署，将士兵召回后方，保护关键基地。弹药火力军说，以俄军四处漏风的情报系统以及低效的防御系统，哪怕重兵看守后方基地，也逃不过被炸飞的命运。除了2大机场，俄罗斯的战争输血管也被切断了。在罗斯托夫港，乌军无人机精准命中了瓦列里戈尔恰科夫号油轮的机舱，整艘船由于失去动力，当着无数俄军的面下沉。克拉斯达诺尔市塔曼石油天然气公司的码头同样遭到无人机群饱和攻击，输油管道破裂，火灾面积超1000平方米，2艘停泊的船舶受损。很显然，这一连串袭击直接切断了俄军黑海舰队的燃油补给线，没有油，再先进的战舰也是飘在海上的废铁。这时或许就有朋友反驳了，偌大的俄罗斯几千架飞机，无数艘油轮、港口，损失几个算什么？但账不能这样算。一方面，这几架苏27的损失对俄军来说是不可逆的。被毁的苏27 SM、SM3 是俄军夺取制空权的核心力量。苏27的生产线早在2011年就彻底关闭了。共青城飞机制造厂现在的产能全部用于生产苏35和苏57，这意味着苏27现在是打一架少一架，坏了没法造，甚至连备件都难找。目前俄空天军能飞的苏27全系列满打满算只有约150架，能顺利上跑道的火力军估计还不到100架。这次一下报销了4架，相当于直接抹掉了一个飞行小队。除此之外，袭击造成的直接装备损失也很沉重，据称光贝尔别克机场的损失就高达1.4亿美元，但这只是账面数字。要补充这些战力，俄军就必须动用苏 35S 这种更昂贵的机型来填坑，成本至少翻倍。更重要的是飞行员，那架在滑行道被炸毁的战机，飞行员大概率没能幸存。培养一个成熟的3代机飞行员需要数年时间和上百万美元的投入，这是比飞机更宝贵的资产。另一方面，第38战斗航空团驻扎的贝尔别克基地理论上拥有 S300 和 S400 的多层防空保护，结果乌军先用廉价无人机消耗俄军防空导弹，甚至直接摧毁了数部铠甲 S1 建防系统，把防空网撕开缺口，然后再派 FPV 进行精确点名。面对低空、低速、低雷达特征的复合材料无人机，
这些为拦截弹道导弹设计的大型雷达根本看不见。这种包洋葱战术让俄军引以为傲的防空体系在实战中变成了漏勺。不过俄军也不是没有应对手段，比如加强基地的安保和防空，这需要大量专业人员，防空雷达操作员、电子战专家、基地警卫部队缺一不可。但现实是，为了维持前线攻势，俄军已经把这种技术兵种大量改编成步兵填进了战壕。如果把人撤回来守家，前线战地就会立刻崩塌；不撤，那后方基地就是乌军无人机的提款机，只怕克里姆林宫也要冒火了。最后则是心理层面的打击。之前乌军就对俄本土进行过多次打击，俄本土不再安全已是共识，但俄罗斯军事博主怎么也没想到会这么不安全。要知道，克里米亚贝尔别克空军基地、利贝茨克州空天军机场、克拉斯达诺尔的能源码头，哪个地方都不简单，结果就被乌军轻松打爆。至于乌军投入的成本，可能只有几万美元的无人机和收买线人的费用，却换取了俄数亿美元的装备损失。这种极高的消费比，放眼整个人类战争史也很罕见。同时，这也意味着俄军后方的任何高价值目标，油库、电厂、机场都将时刻处于危险之中。除了无人机，人为破坏、网络攻击将更加频繁。俄军只能被迫将防空力量分散部署，导致前线空中掩护能力下降，为乌军反攻创造条件。所以，乌军的打击影响并不局限于几个机场、几个能源码头，而是将整个俄乌战场的局势。这一点，乌军看得很透。总的来说，乌军的这波敌后攻势刀刀见血，直击要害。它不仅物理上摧毁了俄军的宝贵资产，更在心理上羞辱了俄军的防御体系。而俄罗斯庞大的战争机器看似坚硬，实则内部早已锈迹斑斑。当后勤血管被一根根切断，当空中羽翼被一根根拔除，这头巨兽轰然倒下的那天或许并不遥远。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大家觉得这种持续性的非对称打击是否会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喜欢的话可以点点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